方知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肾炎之所以难治，是因为它有很强的迷惑性。一是发现它时，往往已经比较严重了，错过了把疾病扼杀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治疗时间。二是很多人对肾炎有误解，医生如此，患者更是如此。看到肾病2个字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肾虚，于是很多人自作主张，开始大吃特吃一些补肾药物，结果越吃越坏，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。今天小关要分享一个治疗慢性肾炎的方子，它出自国宝级老中医赵少勤之手。如果您正在为您的肾病而烦恼不堪，就请仔细听听今天的内容吧。那在节目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赵少勤是3代御医之后，特别擅长温病治疗，尤其是肾病领域，他独树一帜，他的见解和成就是后来者难以超越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赵少勤是近现代以来治疗肾病的第一人。他摆脱经验的桎梏，独辟蹊径，认为肾病之所以好发于青年、中年，并不是肾虚，肾虚可能只有那么一点点，更主要的是温热郁结在肾经，导致肾脏气血运行不畅，久而久之气滞血瘀，从而损伤肾脏，直至肾脏功能不全。所以赵老治疗肾炎的思路非常明确，反对滥用补药，从清热利湿、活血化瘀这2个角度来治疗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很多病人在赵老这里终结了自己的慢性肾炎史。据说著名中医罗大伦老师就是用这个方子治好了自己母亲的肾炎，目前为止都没有复发过。罗大伦力排众议，没有用一贯补肾的思路，用活血化瘀、清热利湿的思路，只用赵老的方子便力挽狂澜，在医院已经下达病危通知书的危急时刻果断出手，让母亲转危为安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题外话，希望观友们不要嫌弃小关啰嗦，现在就把赵少勤的方子分享给大家。分别是防风6克、荆芥炭6克、炒槐花6克、生地鱼6克、丹参6克、茜草6克、鲁根6克、白茅根6克、焦三仙各6克、水红花子6克。其实赵老的方子很简单，就10味药，观友们赶紧拿起小本本记下来吧。那么这个方子到底是怎样治疗慢性肾炎的呢？治疗慢性肾炎一定要像大禹一样治水，因为肾炎最严重的症状就是水肿，身体里面的水运化出了问题，该排出去的废水没有排出去，该利用起来的水没有被利用，全部堆积在身体里，泛滥成灾，导致水肿。而水在中医的概念里，把它划分到了湿邪里面，所以治水就要治湿。赵老在这个方子里怎么治疗湿邪的呢？首先加强肺的宣发能力，解表开窍，这样肺就可以把水输送到膀胱里面。经常喝茶的人应该知道，倒茶的时候，如果你把茶盖上面的气眼堵住了，茶水就倒不出来。解表开窍相当于把茶盖的气眼打开，这样水就顺利出来了。用什么药来加强肺的宣发能力呢？用防风、荆芥炭，这2个药是一对药，经常一起使用，都是入肺经的。除了加强肺的宣发能力外，赵老还用水红花子直接来祛湿。好，湿气解决了，接下来要解决热。为什么要解决热呢？因为湿化热，湿邪淤积久了就会化热，这个理论小关在之前的视频就已经说了很多次了。其实任何一种病邪在身体里面待久了都是会化热的，比如气瘀化热、血瘀化热、痰瘀化热、
及时化热，甚至连寒邪待久了也会化热。所以风寒感冒到了后期就是化热，既有表寒又有里热。话说回来，热的问题又怎么解决呢？赵老在这里用的是鲁根、白茅根，这2味药都是甘寒清润之品，直接清热利湿，所以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退烧。比较难得的是鲁根、白茅根还有一定的滋润作用，因为它们的味道很甜，特别适合给小孩子退烧。解决了湿热问题，接下来一步就是解决淤血问题了。慢性肾炎患者肾脏里面都有淤血，所以才会导致血压升高，这是西医也证明了的。这个淤血从中医角度来说是怎么形成的呢？都是湿热造成的。湿血是一种阻碍的力量，它能够阻碍气血的运行，气血运行缓慢，渐渐的就淤滞在那里，就会形成淤血。淤血用什么来化开呢？赵老用的是丹参、茜草。淤血久了也会化热，导致血热，必须还要用一点凉血的药物。于是请来槐花、地榆帮忙，他们都是凉血的高手。看看赵老用药就是如此这般丝丝入扣，一环扣一环。最后赵老还用了焦三仙各6克，焦三仙就是焦山楂、焦麦芽、焦神曲。看到这里，有小伙伴就疑问了，这不是消食的吗？这肾炎难道还与积食有关系吗？是这样的，很多慢性肾炎患者舌苔中后部都比较厚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胃肠有积食，这个积食会损害脾胃运化功能，脾胃运化不利就会产生湿气，脾胃可是湿气的来源呀。诸湿种满街属于脾嘛，赵老用上焦三仙就是把脾胃清理一下，让脾胃的负担减轻，让脾胃运化得力，从根本上解决湿气的来源，这样肾经湿热就会大大减轻。这就是赵老的方子。小关建议服用赵老的方子，同时服用淮山药煮水，每天30克到50克，把脾补上来。赵老不建议补肾，所以他的方子一味补肾的药都没有，但是脾是可以补的。脾是后天之本嘛，如果您还有点气虚，可以加入黄芪30克，与山药一起煮水喝。黄芪本身也可以治疗水肿。说完了方子，小关不免要说题外话了。其实慢性肾炎服药倒是其次，最主要的是靠平时的保养。平时保养该注意什么呢？有3个任务，任重而道远也。第一个任务，饮食一定要清淡，补肾的药物不要吃，西医所说的高蛋白食物也不要吃。西医建议慢性肾炎患者要多吃高蛋白食物、优质蛋白食物。他们的理由是，你不是漏蛋白吗？你漏多少，我给你补多少。这是一种很机械的思维，他们并没有考虑补得进去吗？蛋白质是很重要，但得补进去啊。相反，慢性肾炎的人高蛋白吃得越多，漏得越多，不仅漏了，还进一步损害肾脏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打个比方，肾好比一张网，网破了，鱼越多，网破得越严重。这个时候当务之急是把网补好，然后再去打鱼。补网就是补漏，先把肾脏修复好，然后再进补高蛋白食物。所以赵老反对进补，建议饮食清淡，不要担心没有营养，五谷为养，五谷就是最好的营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建议素食，每天喝点小米山药粥。实在受不了，也可以适当吃一点肉，牛肉、鸡肉最好别吃。现在节制是为了以后的自由。第2个任务，适当运动。西医认为慢性肾炎患者身体虚弱，应该注意休息，
但中医认为，越是天天躺在家里不动，气血就越运行不畅，所以要进行适当的运动，量力而行，行气活血，走路是最好的方法，最适合慢性肾炎患者。有的慢性肾炎患者自从每天快步走后，1个月再去检查，惊讶地发现指标好转了许多。这个快步走可以锻炼腰部，可以让肾脏的气血运行有力顺畅。第3个任务，切记不要纵欲。纵欲会导致肾虚，正气不足，邪气更容易来侵犯。很多男性患者久久不育，就是克服不了纵欲这道难关。除了纵欲，男人还喜欢酗酒、熬夜，这都是伤肾的行为。女人相对来说容易克服这些毛病，所以容易治好。第4个任务，一定要保持情志舒畅。这一点对女人来说又是一道难关。为了治病，女人很快就会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但是情绪是女人天生的弱点。女人的情绪容易反反复复，容易肝气不舒。为什么要保持情志舒畅呢？因为很多慢性肾炎患者不是被肾炎本身害死的，而是被吓死的，整天闷闷不乐，活在恐惧之中。这些负面情绪都是毒药，对肾脏的压力就像大山一样。所以一定要想开，看透生死，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来面对肾炎，甚至可以把肾炎当作朋友，不要把它当作病魔。病魔会纠缠你不清，朋友来了就会走。你越恐惧越担忧，病魔越纠缠你；你越放松越不在乎，病魔反而会消停，甚至会离开你。金刚经早就说了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要做的是珍惜每一天，活在当下，无怨无悔。好了，希望小关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天的好心情。喜欢的话别忘记分享哟，让更多人受益中医养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